俄乌冲突进入超限战阶段，克里米亚进入战局，考验普京战略定力的时候到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军方发出警告要炸毁克里米亚大桥几个月之后，这座连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交通命脉终于在10月8日被炸。紧接着，普京下令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导弹袭击，几天之内就发射了近200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空对地导弹，打击了发电站、桥梁、公路等目标，也波及到了一些民用目标。虽然俄罗斯的导弹精确命中率不高，也不可能将乌克兰打上谈判桌，但是对俄罗斯而言，必须通过这样的行动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克里米亚大桥横跨克什海峡，全长19公里，造价37亿美元，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陆路通道。普京曾在这座桥上宣称，这是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伟大工程。乌克兰军队曾经在6月份起就宣布计划摧毁克什海峡大桥，俄罗斯军队也加强了防卫，并且还在桥下放置了大量增大雷达反射截面积的船只，以诱骗对手的导弹。在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的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情况下，泽连斯基政府也发出了将要报复俄罗斯的信号。虽然这次袭击克里米亚大桥事件的具体原因还不确认，但是谁也无法相信这次恐怖袭击与乌克兰无关。克里米亚大桥的被炸，其直接后果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它进一步预示着克里米亚进入了俄乌冲突战局。在今年的8月份，克里米亚就曾经发生过数起针对军用机场和燃料库的爆炸事件。虽然很多人都认定这几起事件与乌克兰军队的导弹打击以及与乌克兰特种部队的行动有关。第二，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将给俄罗斯军队的前线作战造成严峻的困难。目前，俄军在赫尔松和乌军作战，其主要的补给线都依赖克里米亚大桥的铁路线为其运送军用物资，那么将极大地增加作战物资的运输时间。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作战行动，大约75%的兵力调动和后勤保障是通过克里米亚进行的。如果该大桥被毁，那么俄军可能就需要通过轮渡向克里米亚运送物资，这将比原来增加12个小时以上。除了俄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影响以外，克什海峡大桥如果被炸毁，还将导致克里米亚半岛民众陷入更大的恐慌之中。虽然目前大桥已经恢复了单向通车，但是仍有可能会对前线物资的供应造成实际影响。第三，此举也预示着俄乌双方对民用目标的报复性袭击将螺旋上升，双方交战的层面将进一步的复杂化。从北溪管道被炸，再到克什海峡大桥被炸，有人在一步步地逼着俄罗斯在作战层面上走向极端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就表示，克里米亚大桥事件仅仅只是个开始，另外更严峻的考验还是在政治层面，因为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克什海峡大桥是一条红线，现在该大桥被炸，普京也将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俄罗斯可以选择报复性的打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其后果就是双方进入一个更加频繁的相互报复的阶段，这对俄罗斯社会也有可能会引发不小的冲击。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俄罗斯就此开始向乌克兰宣战，并且进行大范围的报复，似乎又偏离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范畴。总体来看，克什海峡大桥的被炸预示着俄乌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超限战阶段。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恐怖袭击，那么对恐怖袭击就必然会进行相应的报复。可以说，克什海峡大桥的被炸，预示着考验普京定力的时候到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